你是否注意过，当你用 AI 算图，你的电脑或手机正烫得像刚出炉的地瓜？这不是你的错觉，这是电的极限。过去50年，我们靠着电在晶片里狂飙，打造了整个数位的世界。但 AI 时代，这位老英雄显然跑不动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国立台湾科技大学电子系的李三良。这集我们来聊聊这场从电到光的晶片革命。最近，矽光子这个词突然席卷了所有的科技版面，政府高喊要组国家队，股市也为之沸腾。这一切都和 AI 脱不了关系。而在 AI 时代下，我们渴求的晶片效能需要借由矽光子技术才能达成。但有趣的是，矽光子并不是什么横空出世的新魔法，它背后的光资料交换早已是我们熟悉的光纤网络。那为什么是现在才突然大爆发？答案藏在一个我们都感受得到的痛点，就是当晶片开始发烧，资料都卡在铜线上。首先，我们必须向电致敬。过去晶片变强靠摩尔定律，在更小的空间里塞进更多的电晶体，这很有效。我们享受了几十年的高速运算，但 AI 改变了游戏规则。AI 需要的不只是更多的运算，还要超宽的高速公路和巨量的车流。这时就浮现了电的两个极限。第一，它会发热。电子在窄小的铜线上狂奔，是因为电阻而不断摩擦生热。AI 要求的车流越大，它就越热，这就是功率强。第二，它会塞车。铜线有频宽极限 ，AI 的巨量资料根本走不过去，这就是 I/O 强。这就是 AI 时代最大的瓶颈。拖垮效能的不是算力，而是传输速度。即便你有最强的 GPU， 也会被迟来的资料给拖慢。因为电已经跟不上时代，我们才把目光放到了光身上。但打造晶片的矽却是个不好的光学材料，它天生不会发光，也不善于侦测光。那为什么我们不干脆换一个材料？答案很现实，就是成本。过去数十年，全世界投入了数兆美金，才把矽的半导体制程发展到近乎完美的境界。这条产线是人类最昂贵也最成熟的工业资产，但为了配合光而放弃矽的产线，就像为了盖一条捷运，却把整个台北市都打掉重练，成本高到无法想象。过去欧美特别钻研磷化铟这个光学特性很好的材料，想法很好，但就是贵，而且原料供应不稳定，很难量产。而台湾则选择一条更务实的道路，一直整合。我们把矽当作高速公路的路基，利用最成熟的CMOS制程，在矽晶片上打造传输光的光波导，只在光键的光源上把会发光的磷化铟材料封装上去。这就是 CPO 的核心精神，在最成熟的矽平台上混搭不同材料的优点，用最低的成本打造出光电融合的超级晶片。这场矽光子革命之所以是现在才大爆发，是因为两个关键点：第一， AI 的传输需求终于狠狠地撞上了电的物理极限；第二，一直整合的技术终于成熟到可以量产了。这对台湾来说为什么是个优势？因为 CPO 的核心完美结合了台湾最强的两项武器：半导体制造还有先进封装。我们最擅长盖矽这条路基，也最擅长玩封装。这不只是单一公司的胜利，而是整个产业生态系的协同作战。从上游的设计、中游的制造到下游的封测，台湾正站在这场典范转移的浪潮上。今天 CPU 解决的是晶片之间的交通问题，是连接的革命。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尝试 3D 光互联，让光在堆叠的晶片内部垂直穿梭。但终极目标可不只是连接，而是光计算跟光感测，让光不只传输资料，可以执行 AI 计算跟感测。这场从电到光的转变，不只关乎更快的 AI 或更不烫的手机，它关乎我们如何突破物理的限制，开启下一个世代的运算可能。这场变革才刚开始，而光的可能性正如同宇宙一样无远无界。你认为当晶片彻底告别发烧和塞车，你最希望 AI 帮我们完成什么样的未来任务？请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吧。